俄乌冲突已经打了快11个月了，西方才开始提供乌克兰步战车，但坦克还是没戏。西方温水煮俄军的策略没有变，要慢慢引发俄罗斯的内乱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步战车。时间呢，已经进入了2023年，不知不觉俄乌冲突已经打了近11个月了。现在这个焦灼的局面，恐怕谁都不敢说什么时候能结束这场冲突了。但有个事实很多人都同意，那就是没有北约的支援，乌克兰绝对撑不了这么久。但具体到细节上，要说乌克兰完全是靠北约的武器才扛到现在呢，又有点偏颇了。看看现在战场上的乌军，虽然身上穿着西方的装具，但手里还是拿着 AK， 开着苏制坦克。西方支援的火炮数量也很少，只是像海马斯这样的大杀器发挥的战略作用稍微大一点而已。最近北约终于开始松口了。按照北约方面的说法，西方正在向乌克兰投送新一批的装甲车。美国方面表示计划赠送乌克兰50辆布莱德利步兵战车，配套500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和25万发25毫米的机炮弹药。法国表示会向乌克兰提供 AMX-10RC 轮式突击炮，配套相当数量的105毫米弹药。连意志最小气的德国也终于表示会向乌克兰运送黄鼠狼步兵战车。不过各国仍没有明确表达送主战坦克的意愿。在现代陆军中除了坦克外，步战车可能是排名第2的主战兵器了。步战车配备有机关炮、机枪和反坦克导弹，可以对抗各种类型的目标。此前北约和美国送往乌克兰的装甲车其实没有多少战斗力，都是一些维和型的装备，武器就是一顶机枪而已。这些车辆也就能带步，用机枪支援一下步兵罢了。但这一次送来的步战车就不一样了，这可是能够发动进攻的重型车辆了。因为美国也意识到等到春天来了，乌克兰可能会发起大反攻，同样俄军也会再次卷土重来，大战不可避免。可光凭步战车就能打下俄军现在占据的那些大城市吗？我认为很难，因为俄军那边老坦克还是蛮多的，而西方就算给乌克兰步战车，数量也就是一次几十台而已，顶多装备一个旅，量变还不足以引起质变。其实西方国家或者说美国如何支援乌克兰，一直有着他们一套自己的逻辑。这套逻辑大概有2个方向，一个就是给乌克兰急需的马上能改变战场态势的武器，比如前期的标枪导弹，后期的海马斯火箭炮，目的就是保证乌克兰发动反攻不要太难看了，不会被俄罗斯吃掉。第2个方向就是不能一下子超过俄军太多，不能一下子把俄军打完了，而是要利用乌军把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慢慢耗尽，直到俄国内民众失去对普京的信任，造成俄罗斯的内乱。在美国眼里这场冲突最好是维持在低烈度，用温水煮俄军的策略，让战事长期化，这才对美国是最有利的。所以送步战车是因为时机到了，至于送坦克的时机现在还没有到。等到 M1、M60、豹1、豹2这些主战坦克送到乌克兰的时候，或许这场战争、这场战事才算整整进入高潮。好，各位网友，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